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八字呢到底教会了我什么？大家想到八字，第一件事，你肯定会想到的是五行阴阳、食神，还有我们的地支之间的一个互动，好像相冲、相破这些呢，都是八字比较技术层面的东西。我在学习八字的这几年来还有帮助我的客户、家人、朋友去分析、去了解他们的八字的时候，发现八字也教会了我更多关于我们人生或者对生活的一些态度还有看法啦。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想趁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3个八字所教会我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时常拿来提醒自己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那我们不是时常会可能看到我们的朋友或者曾经的同学他们现在呢生活过得怎样？可能他在网上发说，他这个月又到哪里去旅行，谁又出了一辆新车，或者呢买下了一座豪宅。那甚至不要说朋友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这些所谓的内容创作者，他们呢也不断的在跟你好像宣传，或者呢他们的内容都是不断的在跟你说他们的生活过到怎样，是如何的好，或者呢是他的所谓的理想的人生。这些的内容我发现呢其实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什么影响呢？其实就会产生一种非常比较或者对比的一种心态。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呢，我们时常都会只是看到别人好的一面，或者呢他成功的时候的一面。那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就会好像比较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比不上别人。而且呢，你的这个对比并不是只是对比一个人，那很多时候是你同时跟10个、100个，甚至几百上千个人在做对比。因为可能你的朋友 A 是去旅行，然后朋友 B 是去买了一辆新车，朋友 C 今天告诉你他去哪里吃了一顿非常高级的 omakase 这样子。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所有人的这些所谓成就都会把你比下去，那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或者呢开始觉得自己呢是失败的。那我学了八字过后，我真的发现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条人生道路。那这个人生的道路对可能你来说，你会觉得一些东西才是更重要的。好像你可以说你的朋友 A， 他的八字或者他的人生道路呢，可能就是要以事业为绝对的重心。他觉得呢，赚最多的钱，然后去把它花完它，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道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需要按照他的标准去过生活吗？我们需要去跟他走同样的人生道路吗？当然我知道人之常情是很容易的，我们会可能羡慕甚至嫉妒别人拥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呢，也正因为这样子我们人才会痛苦，因为我们只看到别人有的东西，或者呢别人所成就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就彻底的把自己所忘掉，或者我自己所拥有的，或者我现在
在的这个处境所给到我的东西。当我们把你自己给忘掉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标准，你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自主啊，都放在这个判断啊标准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那其实啊就是你的痛苦的开始了。那我觉得呢，这个也是啊，对我来说啦，学八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其实呢，真的对我来说啊，学八字呢，真的不是拿来要去预测，或者呢去知道自己呢是不是会发达啊，或者呢会娶多少个老婆啊。那甚至有一些人呢想知道我几时会离开这个世界。OK， 不要吓到，真的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啦。但是呢，我真的觉得啊，八字啊，它给到我最强大的力量，真的是把我们人的一个专注，或者我们的视线，我们的 attention， 全部拉回来在你自己身上。当你看得懂你自己的八字的时候，你真的好像不断的在看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是你自己的一个人生故事。到现在啊，其实我每一次看我的八字，我都会在我的现实生活里面跟它做一个连接。有时候呢，我对某件事情啊，我会有一些感受，或者有一些想法。那当我发现这样子的我觉察到有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原来我的八字的这个部分跟这个感受也是可以有一个连接的。那当然这个感受呢是会有些是不断时常出现的，那它就是跟你本命的你原本的八字是很有关联的。那这些呢是可能你第一次学八字还是不懂的，因为我们教的时候啊，我们只是教你你看到这个元素，或者你看到这个地支的互动，它的一个大致的或者大概的一个结果或者一个效应会是怎样。但是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它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表现出来或者表达出来。我知道讲的有一点抽象，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有一个字形，那字形呢，我们在教八字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很常呢很容易自我怀疑啊，或者呢自己打自己啊。OK， 因为你时常呢自己去折磨自己，自己呢去绊倒自己，所以你会很容易陷入这样子的一种循环里面。那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它的一种表现到底是什么呢？可能这个人呢会有一些坏习惯，那个坏习惯呢很容易就是你知道是错的，你知道是不好的，但是你还是去做，你还是不断的去重复，然后你知道它已经造成伤害，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停止，你还是继续做下去。它有时候也更多的是在你的内心的世界，你的internal world， 所以呢，你很常呢也会不断的觉得我要做这个事情，还是不要了，要做，还是不要，要做不要，要做不要，就是你不断的好像在一个死的循环里面。OK， 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啦，它还有很多的面向。当我学了这个八字过后，我真的对我自己啊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它给了我一点的好像提示，一点的 guidance。OK， 那当我知道我本身呢有这样子的一些特质啊，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些局限啊，或者我思考的一种模式啊是如何的时候，那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我就会知道原来我做这个决定，很多时候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不是要大家呢就好像一种认命这样子，它其实只是一个不断觉察，提高你自我觉察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发现呢，真的你对你自己越有觉察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对你自己呢有一个掌控，
你有 in control， 你可以做很多比较有意识的决定。那甚至呢，你要去改变它也是可以的。我真的要说啊，其实八字呢，它真的让我呢减少了很多这种对外的这种比较，因为我知道呢我是怎样的人，我知道呢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看到其他人他在他的生活、他的人生有属于他的成就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我很嫉妒，或者我会觉得很痛苦，我不会觉得因为我做不到，我只是觉得 OK 好，他很好，我为他开心。那我呢，我可以怎样继续专注在我自己本身，去完成我内心或者我来到这个世界，我这个人生想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八字啊，真的给到我一个非常心安的一种感觉啦。那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你们有学八字，或者你们有找过师傅去看八字的话，你们有没有得到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他告诉你的八字是如何的时候，他给到你一种心安啊，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人的一种感觉。OK， 可以留言告诉我了。好，那第二点呢，八字啊也是教会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要改变任何东西，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你的整个可能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甚至你自己的健康啊。其实你最重要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先了解，彻底的了解。那我发现啊，很多人啊，包括我自己啦，过去呢，很多时候我要做出一个改变的时候，或者呢，我觉得我对我现在的这个生活，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的时候，我的改变呢，我做出的决定呢，都是基于当下，就是我感觉如何，或者我看到身边的人是怎样，或者呢，身边的人给我的意见是什么，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呢，我并没有去真正的了解我要什么。这个就是我所谓彻底、真正的去了解。因为当你真的对你自己，或者对你的人生的一个部分啊，好像事业的话，当你真的很彻底的了解自己要什么，自己要走哪里，自己要往哪里去的时候，那你才可以做出一个所谓真正好的改变，或者是你要的改变。那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很多时候呢，你可能只是改变表面的东西，或者呢，你只是基于一种情绪的决定，或者甚至是别人的意见、别人的看法的一个决定，这样子。那我举一个最所谓经典的例子啊，就是我看了蛮多人都有的八字里面有的情况是这样子。举个例子，这个人呢，他的八字啊是自带冲的，就是有2个地支呢是相冲的。那更严重的是他的月柱跟他自己本身就是日柱呢是相冲。所以我们按照这样子看的话，其实代表这个人呢在事业呢是会很不稳定的，他是非常不能安分的，一定要不断的改变。因为我时常说嘛，冲就是改变，就是动起来，就是有变化。所以呢，我去理解他的时候，我去问他，你过去，因为他来找我的时候，就是说，我对我现在的这个工作也非常的不满意，那我是要怎么办 ？OK， 他应该要往哪里去这样子？那我就去理解他过去的一些工作经验是什么。但我发现呢，他就是不断的，当他有一个新的工作，那他工作一段时间，那很快呢就觉得他被局限了，他被限制了，或者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他一定要去换工作，他不能做久，
他觉得太过痛苦了，太折磨他了，或者呢，甚至会抱怨说上司啊、同事啊，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又要换工作。但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冲呢，导致他不断的去换工作。那更多时候是甚至他很多不满，因为冲呢，就是你要真的要一直要改变，一直要改变。OK， 那我就跟他说，哦，你的八字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所以呢，你其实啊，你找的工作呢，其实不能有太多的限制。那大家可以知道啦，就是我们有一些工作呢，它会比较死板，或者呢对你要求比较多，所以呢你只能一板一眼听着老板或者听着公司的一个做事方式。但如果你有什么自由发挥的话，那你就会被惩罚或者被老板责骂这样子。所以呢，就会产生矛盾，那到最后就会引导他去辞职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啊，那如果他找到一份工啊，是时常可以让他这么做的。举一个例子，什么东西会时常让他要变化，时常会改变的？其实好像你去做销售，你是在外职场接触很多不同客户的人，那你其实就非常符合这个呀。因为呢，你每一天见到的客户可能都不一样，就好像你的老板每一天都不一样，因为客户就是老板，对吧？所以那这个就非常配合你啊，因为你每一天都有新鲜的人、新鲜的挑战、新鲜的东西给你去做，那你也不会觉得一成不变。OK， 所以呢，与其啊你不断的在换工作，因为他为什么一直换工作，就是他不了解自己这个组成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他就很无意识的不断的去了一份工，3个月就要换，3个月就要换。但是当你真的了解，哦，原来我的八字是这样子，或者你真的了解我这个人原来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做一个更好的改变，更好的决定。哦，就知道哦，原来如果我选到这样子的工作，那不是更配合我的八字，或者更加的把我的八字发挥得更好。因为很多人啊，首先一看到我八字里面有冲，糟糕了，完蛋了，我的人生就是完蛋了，没有的救了。但是其实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话，反而你要知道你要怎么用这个冲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好像你把这个冲用在做销售，不断的去外边，每一天呢去跟去找到新的客户啊，甚至啊你可以去担任那些跟人家谈判的那种人，可能是谈条件啊、谈合约啊、谈价钱啊，这些其实呢都非常非常好用。为什么？因为冲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冲击或者冲撞对方。OK， 所以呢，如果你去跟人家谈判，其实你是不害怕矛盾的，因为你已经在你的八字里面，所以你不害怕的。所以你反而，如果你懂得训练它的话，你反而是一个很厉害去跟人家讨价还价，去把最好的 get the best deal 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吗？所以如果你把它用在好的地方，或者你知道我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呢，你就不会再做很多内耗，或者呢徒劳无功的一些改变。所以这是我学了八字过后教会我的第二个东西，就是真的彻底的深入的了解你自己到底是谁。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做出了任何改变才是会比较有效的。好，那第三个呢，真的教会我的东西啊，其实呢是比较八字技术性的东西，就是大家会时常看到呢，我在这个 YouTube 啊，时常跟你们分享可能流月我们这个月份要做什么，或者我1年1度的这个运势分享，1年1年这样子跟大家讲我们要做什么东西这样子。如果我真的跟大家非常坦白的说的话，OK， 非常坦诚、非常坦白的说的话，我个人的经验我看了这么多，其实真的影响你最大的其实是你的大运。因为一个大运呢是10年的，你可以想象10年是一个蛮长的时间的。如果你养一个孩子，
你是从0岁养到10岁，你可以想象这10年你的孩子从0岁的时候到10岁的一个变化是怎样。那再来做一个比方，你搬去一个城市，你住在那个地方10年，那你会觉得这个人已经是当地人了吗？是，对吧？OK， 所以呢，10年这个时间啊，是可以对你的人生产生非常非常重大影响的一个 time frame。那当然，我不是说流月或者流年呢，我们就不要看，只是呢，他们的那个用途啊，是比较多是在微小的或者比较小型的微调整。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月份呢，我可以简单专注在哪里，或者我们这一年呢，我可以开始做某一个东西，或者去学某一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看一个人，你要懂你自己的那个形塑是怎样，其实我们要看大运。因为我发现呢，这个大运啊，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彻底的改变。因为你可以想象呢，举个例子啊，如果那个大运你刚好走的是无恩之行 ，OK， 无恩之行的大运，无恩之行啊，就是说你做的所有的付出，你的努力都会好像被别人看不到，被 ignore 这样子。所以呢，你要以更大方或者更无私奉献的一种精神。那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你这10年都是这样子的感受，都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会感觉如何？是不是会很彻底改变一个人呢？那这个呢，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OK， 我自己亲身经历，这个10年的大运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它真的会让你呢，无论是好或者不好，就是说无论是加持你的，或者让你非常痛苦的，这10年啊，都会形塑你这个人。在那些八字的那些专家出现之前，我要说的是，当然不是整个10年呢，不是每一年啊的这个影响呢都是同样的。OK， 有些年份肯定会比较高，有些年份肯定会比较低。OK， 那甚至呢，我们也会有说，在这10年里面，哪一个年份啊，是它好像 activate 这样子，它启动它的那个年份。OK， 那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就算我们撇开这个因素来看的话，那这10年啊，其实它都有一个好像底色，还有一个基底。就是你这10年就是在经历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的一个 situation， 真的会改变你整个人啊！你可能之前呢是很有理想，或者非常要打拼，要怎样，但是因为可能经历这10年，彻底改变，你要出家了。OK， 所以有时候大运呢会有这样子的影响。大运呢是很个人的。是很按照你自己的八字来判断的，所以呢，我其实很少在这个 YouTube 可以分享任何的东西，每个人的大运都是不一样，所以我没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享。不过呢，我这里要先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大运真的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人以为所谓大运呢就是好的，不知道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大运呢只是一个名词，它只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它只是代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这个八字，它每10年呢会去到不同的运势里边，所以呢，你在这10年的情况会是如何？我觉得这个呢会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有时候我现在看别人的八字呢，我也会先大概懂他的大运是怎样 ，OK， 因为我就会知道他现在走的这个阶段会比较挑战一点，或比较不舒服，或者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样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学了八字这几年来八字教会我的东西，它真的不是只是一种所谓算命或者一种所谓五行、食神技术上的一个工具，它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了解你自己、掌握你自己，
或者帮助你看清你的人生道路的一个方法。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反馈呢，都欢迎留言给我知道，还有点赞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